OK，大家好，我是 Dustin。好，那么先来为各位讲解这个句子第14回第30题，这是一题逻辑的假设题。那么记住哦，如果看到今天文章里面的这个问题是假设的话，你等一下就是应该先跟大家讲解一下 ，Dustin 会推荐大家所做的做题习惯是先看题目再看文章，因为通常看了题目之后，你就知道说今天这篇文章你在读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地方会比较好。像这个地方就是什么，我们看到它这个题目是假设题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文章里面我们要注意结论与前一句 premise 之间所存在的断桥，也就是要注意结论里面有出现哪些新概念是前一句 premise 里面所没有提到的。OK， 好，那你可以看到一件事，这篇文章前面的 premise 在讲说在一个实验中怎么样呢？好，我们去写说在账单上写上 Thank you， 好，可以拿到什么？可以拿到就是更多的小费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结论的地方说，如果我们今天跳脱这个实验去什么，平常在常态的时候就用这个策略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拿到更多的小费。好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这个地方我们在看结论的时候会发现，你如果知道这题是假设题，你就知道假设题有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要填补 premise 跟结论之间的断桥。好，那你就知道你这时候看文章的时候，你要去观察到底结论跟前面的 premise 中间有没有什么概念是不能互通的。你有没有发现前面讲的是 story 的状况，而今天这个地方的结论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好常态的状况。所以你要证明的一件事就是怎么样呢？就是结论与常态之间是应该说实验 premise 里的实验状况与常态之间是不会有所谓的什么，不会有所谓的变化的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，今天整篇文章的 premise 跟结论中出现的断桥，就是 premise 讲的是实验，而结论讲的是常态。好，那今天你看 B 选项说什么？说今天如果是常态做这件事，不会让人们改变他们的习惯。换句话说，还点出的是，就算是常态，也不会跟实验不一样。这就是什么？假设题的答案模式，就是点出了 premise 跟结论之间的断桥，并且把这个地方补起来，说什么？说意外的状况，他因是不会发生的。好，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件事，这一题给大家的 take away 就是什么？以后看到题目是假设题，优先往两个方向思考。第一个，请注意结论与前一句 premise 之间中间结论所出现的新概念。好，然后去想这个概念跟前面 premise 的概念中有没有存在的我们没有考虑到的断桥。第二个概念就是什么？这个没有考虑到断桥可能会成为不让结论成立的一个他因之一，所以这个时候答案就会把这个他因补起来，说这个他因不存在，说没有考虑到因素不存在，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假设题的答案了。OK， 像这题就是我们知道是假设题，发现结论跟 premise 存在断桥是到底实验跟 regular 之间有没有差别？那如果今天有差别的话，就会让这个结论做削弱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差别补起来，跟你讲说，今天平常怎么样呢？照常就是 regular 去做这件事，不会让人们改变他们的习惯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什么？就是所谓的 assumption 题的答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的是其他4个选项，如果你选到的话，到底都反映你在下一题做要怎么注意，要怎么去修正自己的解题模式呢？首先，请你先看 A。好 ，A 选项可以注意到一件事，当你看到选项有出现比较的时候，你要回想文章里的大方向所给出的比较应该是什么比较。A 选项里面讲的是常客跟偶尔来的客人的比较，可是你知道文章里面的比较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实验的状况跟正常状况的比较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 A 选项叫无关比较。所以以后如果今天遇到选项有出现比较的时候，回想文章里面大方向的比较是谁跟谁比。好，过去跟现在，或者方案实施前跟实施后，或者是什么试营运期间跟正式营运后，类似这种概念。好，那今天选项里所出现的比较会不会影响文章里的结论 ？OK 好，再来我们来看，如果你今天选到 C 跟 D 的话，问题在于什么？你太容易做自己心里的过度推论了。怎么说呢？你可能会想说，今天 C 选项说 OK 好，在纸上写 Thank you 这个字可以让什么？让这些就是顾客发现说，今天他们给的小费其实对什么？其实对好这些就是 server 来说，对这些 waiter 来说很重要。你可能会想说，因为可以让他们觉得这个钱很重要，所以他们就会多给一点，然后多给一点的话，这样子是不是就最后更能够站到这个结论的地方？说什么？说今天这个 average income 会 higher，OK？但问题来了，谁说今天什么？谁说今天好？就是知道这个小费对服务员很重要，他们就一定会多给？谁说今天他们就知道这件事就一定会改变他们的 tipping habit， 对吧？好，
所以 C 选项等于你多推了一层，相较于 B 选项直接去点出了 tipping habit 会不会改变，C 选项所点出的因素，这个认知并不一定导致 tipping habit 的改变，所以 C 选项相较于 B 选项多推了一层，在混淆选项的设计上，它是什么？它是原因列于静音，因为静音跟结论的逻辑关系最明确，这样子。好，那在都选项也是一样的问题。你说今天怎么样？今天你可能会想说不管餐厅多贵，这些人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所好就是给小费的比率，给小费的那个频率都是一样的。OK， 好，给小费的频率都是一样的，或者是比率都是一样的。可问题来了，给小费的比率跟什么频率跟什么呢？跟所谓的文章里面讲说这个 income 有关系吗 ？OK， 你给小费给的频繁，不代表说什么，不代表说今天小费一定是多的，有可能频繁大家都是小额小费。给小费给的不频繁，也有可能是都是大额的小费，所以给小费的频率，这个东西跟什么？跟他们实际上收到小费的多少没有关系，这样子，OK， 好，所以这边一样怎么样呢？都选项你是多推一个断桥，认为说给小费的频率，好，一定会与什么小费的大小有正相关，但是没有直接对应到小费什么样的好小费的这个习惯这样子，好，再来一选项它的设计模式是什么？设计模式是程度的设计。你可能会想说，什么叫程度的设计？就是说，今天有2个选项都说得通，但是一个选项的程度比另外一个选项更明确。OK， 好，你可能会想说，今天怎么样呢？好，所有的顾客都会这样做，那是不是代表说结论就会成立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看你有没有发现，B 选项跟 E 选项虽然都是站在假设题应该要站的那边，就是让结论成立的那边，可是 E 选项强调的是什么？强调的是所有人都做。OK， 好，但是问题来了，来，我问你哦，我们做假设题的时候检验，我们用什么方式检验？是不是很简单？因为假设是结论的必要条件，所以假设题有个很重要的检验模式，就是真正的假设应该是，如果不存在的话，结论不可能会成立。所以这是我们平常坊间俗称的什么？俗称的否定 weaken 或者是取非削弱。OK， 好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如果今天我们把一选项什么？把一选项取非的话，一选项告诉你说，所有的人看到都会留比较大的什么 tip。如果我们加上一个 not， 变放在哪里 ？Not all patrons，OK， 不是所有的人。好，不是所有人都会。那我问你哦，不是所有人都会，但是如果大部分人都会的话，是不是也不一定会削弱结论？所以还没有满足到我们对假设题的检验。我们对假设题的重点就是什么？这个条件一定要是必要条件。当这个条件不存在的时候呢，结论一定会失败。但你可以发现，我们让一这个条件不存在的时候，就算没有所有人，但是也有可能大部分人做这件事情。这种时候呢 ，average income 不一定会减少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一选项这个选项是什么？它消失了之后，结论依然有可能会是为真的，它就不是假设题的什么要求。假设的要求就是当今天假设消失的时候，结论必错。OK， 好，来，所以最后答案是什么？答案是 B 选项。好，来，这时候你就知道一件事，就是什么呢？我们在做题目的时候，第一个，好，看到题干，好，应该说看到这个问法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呢？去思考这个问法要去注意哪些地方，以后要注意到看到假设的问法，注意结论与前一句 premise 之间出现的新概念。OK，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？再来就是看选项的时候，如果看到比较的时候，注意这个比较跟文章里大方向的比较有没有符合。OK， 再来就是什么？看到好选项觉得好像大体上都说得通的时候，我们要检查相对来说谁跟今天文章最后的主题的距离比较相近，不需要多推一层，以及怎么样呢？在做假设题的时候，要清楚假设题所要的不只是一个方向跟结论站在同一边的，更要的是一个必要条件。所以我们要去把这个结论取飞掉，把这个选项取飞掉，看看说取飞之后它会不会让结论不成立。让结论不成立的才是什么必要条件？好，只是最后提醒一下，就是取非 weaken 这件事情，其实上是你在做题目的最后一步。OK， 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很浪费时间，这个需要你去取非再去想，这个不符合人体的工学，所以会比较花时间。OK， 好，所以会希望在考试做题的效率上，在实战上面，应该还是以先排除无关为主，最后剩下的选项别的都检查完之后，我们才会检查取非 weaken 这件事情，以让你在考试的时候遇到假设题不会花上太多的时间。所以这题答案最后是 B。